依持正见，倡导实修。智空禅师开示：怎么找到相应法门？一，有人问，怎么找到和自己相应的法门？智空禅师开示：现在只能凭你自己的感觉和可能遇到的法门的缘分来找。每个人的缘不同，业不同，你感觉哪个好就先修哪个，如果后来发现更喜欢的，再改。如果没有发现自己认为更好的，那就一直修下去。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以定慧来剔除自己的烦恼，改变自己的性格习气，以及用来开悟的。一般人改变不了性格习气的原因，一是由于你对性格习气给自己生命造成的负面影响了解不够，就是会不够；二是坚持改变的力量不够，就是定不够。二，有人问，请问师父，我喜欢禅，可是又不知怎么修，到底该怎样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修行法门呢？智空禅师开示，这个问题是很多初学者，甚至80%-90%的居士都可能遇到的。听人说西方极乐世界好，就赶紧念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念着念着，可能生活中的烦恼还是一大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了，更不知道念佛与生活中烦恼的去除的调试问题，然后就渐渐对念佛失去了信心。听人家说观世音菩萨能救苦救难，就又赶紧念一下观音菩萨圣号，开始一心修大悲咒等等。听人说藏地的喇嘛来灌顶很厉害，然后也去大礼拜、谢哈达、网络听讲法、供养、灌顶等等一系列。还有就是学禅的人，一说禅宗就是打坐，就是入定，就是气脉等等，但是禅到底是什么？好多人也说不出来。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些人能够结一个佛法的缘也是不错的，这也是佛教兴盛的表现。但是问题也经常出现，就是很多居士搞不清佛教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不明白法门的相容性，不了解所有不同法门的共同之处，比如修行的目的是增长定慧、剔除烦恼、明心见性等等共同性的思想。假如我们凭直觉力喜欢3个法门，净土宗、禅宗、念地藏经，那我们就先按照自己了解的情况，选择一个法门，先落实下来就实修，看看可不可以达到自己修行的目的。绝对要避免一个错误的问题出现，总是在选择，总是在围着这3个法门转，但一直都没有实修。我们在修持时也要避免错误的认为自己的法门是最伟大的这样的迷思。不管法门也好，法师也好，教派也好，一旦走入这种极端的认识，就不好了。另外，我们除了要搞清楚修法的目的之外，还要搞清楚佛法修行的次第问题、自己根性的问题，以及这个法门是否与你的根性契合等等这些问题。又问，那您看根据我的情况应该选择什么法门呢？智空禅师开始，其实以上我已经回答了，现在根据经验更贴近的谈谈。其实老实讲，哪一种法门都一样，表面看来一会儿是净土宗，一会儿是禅宗，其实任何法门对于成佛这条路是一样长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这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法门的形式是次要的，
因为法门也是个缘分，不要由于找法门而耽误了实修就好。如果你要是修的话，就只涉及如何增长定慧功夫的问题了。任何法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定慧功夫增长，直到找到自己的本性的。本质上来说，任何法门都可以的。不要说我念了多少经、多少咒，这个不是重点。这些事可能有时还会增加自我执着与傲慢的烦恼。真正的成就是你的心是否对这个世界彻底的不贪恋、不执着，并且了解到法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才是衡量你修行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退一步，再回到你的问题上，你可能会问，那师父，你平时指导弟子用什么法门呢？我的回答是，我平等的对待任何一个法门，你习惯什么法门，我都会给你一些指导。比如今天有人说是念佛的，我会告诉你念佛的技巧和诀窍。有人是念地藏经的，我也会告诉你，念地藏经也需要建立某一些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升华等等。如果你从来没有修过任何法门，我一般首先介绍你先持念大悲咒，再学习相关的佛法道理。我就用大悲咒这个入手的方便来教大家的。关于大悲咒对修行人的现实的利益，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的非常多，比如增加福报、去除违缘等等，也有出世的利益、转业消障、明心见性，以及在临终的时候送你到十方世界去往生等等。实际上，修大悲咒也可以去极乐世界的，因为观音菩萨就在极乐世界。这样看来，我传播的修大悲咒的法门，既是密宗，也是禅宗，同时也是净土宗；既是释迦牟尼佛的法门，也是阿弥陀佛的法门，更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